听说最近是赏樱最好的时候。其实最近我很少去公园，但是因为想去看樱花，所以呢，我就跑去了公园一趟，而且没有约朋友，就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在公园里面闲逛的那些时刻，我会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完全没有足够的语言去描述说我在那几个小时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但是这一路上遇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让我有一些表达欲。比如说我刚进门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假恐龙，而且那个假恐龙呢，它是会动的，还会发出一些恐龙叫的声音。当时我看着那个恐龙，就盯着它盯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我在盯什么，我可能就是在想，哎，这个恐龙它下一秒会怎么动呢？它下一秒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以及旁边的这些小孩子们看到这个高挂在半空中的恐龙模样，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观察这个公共物品呢？虽然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多的小朋友盯着这个恐龙看，但确实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用手指着那个恐龙，跟自己的亲人们说怎样怎样。然后呢，我走过的那个公园会发现，其实有蛮多座桥的，但是这些桥不一定是通着的，就是有的地方是通向没有路的地方。之所以说是没有路，是因为你想要往对面走的时候，那个路被封住了，没办法走到别的一个区域去，所以你可能只能站在桥上看桥下的风景，看桥其他更远处的风景吧。还有就是这个公园里面会有摩天轮，看到这个摩天轮，我就会想到以前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和朋友们去，也是一座公园吧，但当时应该不是和朋友去，而是和一个我前辈的孩子，就是我带这个孩子去玩摩天轮。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害怕玩那种就是从高空往低空坠的那种游戏项目，但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过山车这样的项目，我就陪他去玩了，因为他真的非常爱玩摩天轮或者是过山车这种。哎，不对哦，哦对，他是非常想玩过山车这种很刺激的项目，但因为他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吧，我没办法放心让他自己去玩，所以呢，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但还好，那样子的一个项目不算是特别刺激的项目，可能在当地已经算是蛮刺激了，但是因为当地的，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经济水平还是发展水平，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总之相比其他一线城市的过山车来讲，那样子的一个项目确实没有那么的刺激。就是我会想起我在别的城市跟我的朋友第一次玩过山车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头是晕的，腿是软的，还是朋友扶着我离开那个座椅。等我到了能够坐着休息的地方之后，我真的趴在那个石桌上，还是石椅上来着，趴了很久很久，因为头真的非常的晕，就是你连玩手机的欲望都没有，你只能趴在那儿，闭上眼睛休息。哇，那个感受真的让我印象太深刻了。但是我在这个公园里面闲逛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摩天轮，
就是因为当时是傍晚嘛，摩天轮的那个方向还有非常好看的夕阳，所以你从那个角度看过去，你就会觉得哇，那种心情怎么说呢？很愉悦，但是那种愉悦不是非常过分的愉悦，而是平静的愉悦。再加上摩天轮的前面，或者说我的前面，其实有一地的花，那些花我忘记是不是郁金香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我的前面是花，花的前面的前面就是摩天轮在那儿转。哦，刚刚我讲到摩天轮的时候，其实忘了说一个点，就是我对于那些转圈的游戏项目是非常的害怕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小脑不发达还是怎样，我没办法去玩那种长时间转的游戏。就比如说我平时平白无故的转一圈的话，我的头也会感到晕，这个是跟我的身体构造有关系吧，具体的我也不太了解。然后当时我还路过了一座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的桥，喜欢的不是桥的模样，而是我站在桥上的时候去欣赏夕阳，去欣赏桥下和两岸的那些绿色的树木。然后因为当时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嘛，那那些夕阳的光辉落在水上的时候，那个水上的色彩就非常好看。还有就是因为当时太阳还没有完全掉到地平线以下，所以的话，河岸边的那些树会有树影倒落在水上。就当你在拍那些水中的倒影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看到，哇，这就是树。但是你拍出来的效果却跟油画的效果差不多。就你看那个拍出来的照片，会觉得这就是油画的效果，而且拍的是树的影子。包括当时还有一些游船是在湖里面游过去的，然后我就能够抓住游船和树和两岸的角度，或者说对称的某些位置，去拍一个比较随机性的有意思的照片。然后我就会觉得站在桥上的那些时刻，我也很快乐。那种快乐并不是说你会有朋友在旁边跟你交谈，跟你分享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跟你交谈你所设计的船，或者是光影，或者是河两岸之间的距离或者角度的，就是经由这些关系组成的一些照片，或者你把你拍的图片展示给对方看，不是这种分享欲带来的快乐，而是当你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会觉得，哇，这就是感觉是偷来的幸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渐渐的太阳落山了之后，就慢慢的走到了樱花盛开的地方。当然在白天的时候，其实也路过一片樱花林吧，但因为那片小林子里面真的太多人了，每个人基本上都在拍照，甚至还有一些专门是化了全妆，然后过来有点像是拍个人写真的那种。但是因为真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好好的欣赏那些樱花。当然也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拿了毯子铺在那儿，然后坐在那儿跟身边的人聊天。还有就是那片樱花林旁边其实也有一条小河，然后就会有人坐在小河边看着河水在那儿聊天。那回到刚刚说太阳落山了之后路过的那一片樱花林，在这样的一片樱花林当中，我感觉到最
惊喜的就是，应该是这片樱花林的设计者或者说管理者，他们把一些灯，那些灯是什么样的灯呢？电子灯、装饰灯，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灯具，挂在了樱花树上，然后在夜色的衬托下，那些灯具就会闪闪发光嘛。还有就是，他们往樱花树上挂上了灯笼，还挂上了风铃。那个灯具呢，是会隔一段时间亮一下，隔一段时间熄灭一下的那种感觉。然后风铃，风一吹过，它就会发出很清脆、很好听的声音。所以你在路过那一片樱花林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灯的颜色，你会看到灯笼的灯光，你会听到风铃的声音，你还会听到远处的人，就是在那边会有人在唱歌，会有人在聊天，会有人在拍照，会有人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你处在那样子的一个看似嘈杂，但是又不那么嘈杂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内心到底是平静的呢，还是会感觉到吵闹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我的注意力大多都被樱花树或者说樱花给吸引了，因为我会觉得风铃，还有那些灯，还有那些灯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夜色下。就当你拿出手机拍照的时候，把手机的那个感光度调低，你拍出来的效果就真的很好看。然后接着会路过一条小路，那条小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灯光的。那在这样一条小路之下呢，其实你不会觉得不安全，就是这个公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园。当你突然路过一段没有灯光的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不安全，你就会觉得好像四周非常安静，只有自己一个人。你会觉得那种感觉也非常的平静，非常的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接着就会路过一片小小的密林吧，但是那个小小的密林又被这个公园的管理者好像是设计成了一个有点像是声光秀，就是会有一些专门设计的光，还有一些声音出现。你会在树的枝干上看到那些光落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还会听到一些悦耳的声音，那些声音大部分都是音乐。但是你在声和光还有影这些东西的综合之下，你看那片小密林，你就会觉得，哇塞，真的很有意思。说到这儿呢，我的整个公园游园之旅就差不多结束了。也就是我离开公园的时候，其实天已经完全黑完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晚上的8点多、9点的样子吧，还是晚上7点多，忘记了。反正当时是4月份。对，其实我这份音频是补录的，可能在刚开头的时候，我讲的是最近，但是距离这个最近其实已经过去蛮久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还有很多感觉很鲜活的场景在我脑子里面闪现着。以前我可能会讲到说，
会有很多深度对话是发生在公园里的座椅上的。但是我想，就是我现在想讲的是，其实有很多不那么深度的对话，或者说也不必要非得是深度的对话。当他们发生在公园里的时候，也是会非常开心的，非常有意义的。对未来的自己回顾起这段时光，也是会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就像我现在回忆起那一段时光，我就会觉得哇，我最近应该安排一段时间再去公园里面走走，